据《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中国正在研究俄罗斯的制裁规避策略，以应对台海冲突。官员向北京报告，提供可在战争和西方制裁情况下采取的教训。报道称，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一直通过购买俄罗斯石油，并向其提供包括微电子和洗衣机在内的各种物资，来支持俄罗斯经济。与此同时，北京也从中获得了自己的战略利益。一个关于如何绕过西方制裁的现实案例研究。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在全面入侵发生后几个月内，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小组，研究制裁的影响，并定期向国家领导层提交报告，目标是汲取如何缓解制裁影响的教训，特别是如果台湾冲突引发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施加类似制裁时。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中国官员定期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中央银行、财政部及其他应对制裁的机构会面。据知情人士透露，这项研究工作此前未曾被报道，凸显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新经济战争时代。在这个时代，经济政策与地缘政治战略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可能进入第二任期，计划加速以关税作为谈判和施压工具的使用，这一趋势可能进一步加剧。尽管俄罗斯经济在乌克兰战争期间表现出意外的韧性，但最近在西方压力下出现了新的裂缝。上周，俄罗斯卢布跌至自冲突初期以来的最低点，这是在美国实施新的银行制裁之后发生的。莫斯科的经济韧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石油出口以及与北京的合作。两国领导人试图挑战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这个成立的小组表明了这种合作的深度，并且北京的支持并非完全是单向的，莫斯科也从中受益。对中国来说，俄罗斯真的是一个了解制裁运作方式以及如何应对的试验场。专注于中俄关系的卡内基俄罗斯简欧亚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加布耶夫 （Alexander G. Abuev） 说，他们知道，如果发生台湾危机，针对他们的工具箱会是类似的。接近北京决策层的人士警告说，这个研究小组并不意味着中国正在准备入侵，相反，北京正在为武装冲突及其经济影响的极端情况做准备。这些人士表示，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始终致力于在平等和或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进行正常交流与合作。俄罗斯中央银行和俄罗斯财政部未对置评请求作出回应。中国关注的重点之一是其3.3万亿美元以上的外汇储备，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俄乌战争后，美国及其盟友冻结俄罗斯海外资产的行动，促使北京更加积极地寻找方法将其储备多元化，远离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如美国国债。据接近北京决策层的人士透露，2023年秋，习近平罕见地造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显示出高层对于储备相关制裁风险的高度关注。习近平提出如何保障外汇储备的问题。中国跨部门小组专责研究俄罗斯制裁，并向负责经济和金融事务的副总理何立峰报告。何立峰直接向习近平汇报，是为中国经济设立防火墙，以应对西方制裁的主要设计者。一位熟悉中国对俄罗斯制裁研究的人士表示，北京对几乎所有问题都感兴趣，从如何规避制裁到制裁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例如促进国内生产的激励。自俄乌战争以来，中俄关系蓬勃发展，去年双边贸易达到创纪录的2400亿美元，其中俄罗斯石油销售占主要部分。根据俄罗斯数据提供商 Autostat 的数据，俄罗斯市场上约60%的新车来自中国。然而，这种关系并不平衡。尽管中国占俄罗斯总贸易的约1/3，俄罗斯在中国贸易中的比例却很小。俄罗斯出口大多数是石油和天然气，而这些中国可以从其他地方获得。因此，如果情况逆转，莫斯科无法像北京那样为中国经济提供支持。据接近北京决策层的人士透露，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指示官员促进贸易，深化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以实现更大的关系内部驱动力。虽然美国已对中国实施了包括限制先进半导体出口和针对华为的措施，但台湾危机可能会引发规模更大的经济战争。根据大西洋理事会和荣鼎集团的报告，全面的西方金融制裁将扰乱中国的金融系统，中断贸易，并使3.7万亿美元的中国海外银行资产和储备面临风险。俄罗斯对西方制裁的反应包括重新分配商品流动、大规模注入财政刺激，以及通过邻国规避出口管制。这些措施稳定了俄罗斯经济，让莫斯科得以继续进行战争，即使制裁削弱了该国的长期增长前景。专家认为，俄罗斯的经验给中国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准备工作的重要性。在战争前，俄罗斯试图使其外汇储备多元化，去美元化经济，并建立国内金融体系。尽管成效有限，但这些措施帮助俄罗斯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冲击，并赢得了适应的时间。
另一个教训是联盟的价值及其局限性。美国、英国、欧盟及其他盟友共同努力，将俄罗斯主要银行排除在 SWIFT 金融网络之外，并实施石油价格上限，而俄罗斯则加强与中国、伊朗和朝鲜的联系。中国认识到，在必要时，西方能够在制裁方面协调一致。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政策专家阿加特·德马雷说，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找到了自己的盟友。西方联盟内部对油价制裁的分歧，特别是因通胀担忧，削弱了其应对效果。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更大，对其实施制裁的全球代价预计会更高。根据大西洋理事会和荣鼎集团的估算，至少3万亿美元的贸易和金融流动可能会受到影响，这相当于法国年度 GDP 的规模。大国制造业国家中国也从俄罗斯的经验中学到与全球供应链连接可能带来的风险。长期以来，俄罗斯试图实现经济自给自足，但大多数努力未能成功。当制裁来临时，俄罗斯发现自己对突然无法获得的西方零部件高度依赖，导致短缺，甚至暂时关闭了整个行业，如汽车制造业。当生产恢复时，俄罗斯汽车制造商最初生产的汽车没有安全气囊等功能，因为所需零部件无法获得。对于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的生产部门来说，制裁可能极具破坏性。前美国国务院制裁官员爱德华·费彻曼说，这使中国极易受到影响。俄罗斯绕过这些限制的方法也为中国提供了教训。即使中国规模更大的经济需要更强大的规避努力，例如为了规避石油价格上限，莫斯科使用了一个不有西方国家拥有或保险的油轮网络。分析人士称，现在超过一半的俄罗斯海运石油由这个所谓的影子船队运输。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加紧针对这些船只实施制裁。同时，俄罗斯通过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路线获取被禁的西方商品，从豪华汽车到具有军事应用的双用途商品，如微芯片。这种方法被称为欧亚绕道。